功败垂成的哥本哈根大会公布了世界最危险地区的诊断书，答案正是许多国家赖以致富的港口三角洲。这些三角洲对中国是惊人的答案。联合国公布全世界最危险的三角洲，在中国是黄河、长江、珠江三角洲，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命脉。天津市、北京市、上海市、广州市，所有因为海洋贸易时代崛起的港口城市，都将因大海而起，也将因大海而没。2010年1月5日，我们重回莫拉克台风期间被称为炼狱的林边。这里是台湾面对海平面上升的第一线，也是观察台湾三角洲状态最好的地点。林边正如所有的三角洲面临三大考验：人为抽地下水、地层下陷。海平面再上升，状况更恶化。暴风雨一来，高屏山上土石流还要再摧毁河口之城。那讲起来就是心会酸啊！这种所有看到点物哦。拢差不多是民国69年到71年这3年种的啦，所以将近30年啊啦，将近30年的管带有的生意了物，从遗世书间，从死安啦。
邻边人何其不幸，但荷兰人又何其有幸。曾经统治过台湾的荷兰人，面对海平面上升，答案数年前已经很清楚真相。他们全国有2/3的人民居于低洼地，但他们不选择放弃或逃避。早在1953年1月底，寒冷刺骨的周末晚上，北海风暴加大潮带来了5.6公尺的水位。荷兰西南部的海堤逐一崩溃，冰冷海水倾泻般涌入20万公顷的土地，摧毁将近5万栋房屋，1835人死亡。水灾2周后，荷兰政府成立防洪委员会，历时30年，完成12项重大水利建设。完工以后，本以为已足够抵挡1000年一次的大洪水标准，但是半世纪后，全球暖化威胁而来，荷兰人有2/3居住低洼地区，荷兰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，防洪观念终于布局出革命性的治水原则：还地于河，还地于水。全方位国土重新规划，他们在北边把人工填海之地还给海洋。国家命脉郁金香移到内陆，并且停止抽取地下水，找替代水源。此外，面对大海来袭的荷兰，前卫设计漂浮水上的房屋。当水位上升的时候，房屋也随之上升，上升幅度可达5.5公尺。荷兰的都市规划准备让城市在2035年前全面与水共舞。不仅房屋大楼，甚至包括体育场，连飞机场都完成漂浮海上的设计。荷兰人说，他们不要把水看作敌人，而是要与水共存，用新思维全方位面对暖化的冲击。